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主题，蔡霞说，中共演化为高度精致的新集权啊。那么蔡霞是在胡佛研究所啊，那么发表了一篇长文。那么这个题为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啊，那么今天是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那么7月1号中共党庆100年党庆，那么中共就利用这个国家平台去为他一个政党进行一个庆祝活动啊，那么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在中共利用这次党庆进行自我吹捧啊。那么蔡霞这篇长文，系统的分析了中共的对美政策，它的演变的过程。当然，他也深刻的分析了中共和中共的特征啊。所以我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专题来跟他讲讲这个蔡霞教授这篇长文啊，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那么蔡霞一直是，他是在80年代就已经在中央党校任职，后来是中央党校的这个教授啊，2012年退休啊。去年有一段这个蔡霞教授的录音在这个中国网络上广泛的传播。那么把中共评价中共已经变成了政治僵尸。后来呢，这个中央党校就宣布开除蔡霞的党籍，并且取消了他的退休待遇。那我们今天就讲讲蔡霞教授这篇长文。那么我这么讲啊，就是我把他的这个文章呢，我就不重新讲，我会讲一段，我给一下评价，我就读原文啊。我节目以后呢，我会把整篇文章贴到我们的讨论区去啊，大家可以完整的看啊。我就一段一段的，我是把他文章里面一段一段的节选出来，当然我会组成一个我认为的结构啊，这跟蔡霞教授的结构不同。蔡霞教授还是从中美关系去讲的，那么我的重点还是讲中共啊。那么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肯定和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啊。接触政策帮助大陆中国结束长达30年的孤立和贫穷状态。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巨大改变是与美国政府、美国科技界、知识界、经济界真诚的交流帮助分不开的。这些帮助为中国恢复经济社会活力、接触和认识现代文明、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啊。因而许多中国人才有机会走出国门，由此改变了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啊。目前已经有500多万中国人移居美国啊。这是他其实是讲美国的接触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第二，客观的看，过去70年，中共出于根本利益的需要，既利用美国又敌视美国的基本心态没有改变过啊。与此同时，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两党以及政府对中共政权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迫切希望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自由甚至民主的负责任的大国。这导致了美国对中共的真正的本质及其长期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认识错误。那么第三，过去半个世纪的接触政策产生的效应是多重的。一方面，接触政策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孤立，
走向世界，并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萌芽生根，并且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接触政策也使得中国在中共的新集权统治下快速崛起。中共已经下决心要重构已有的世界秩序和规则，领导世界转向反自由民主的方向，这两重影响啊。那么第四，作为曾经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回顾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变化，我有3点基本看法与美国人民分享，看明白中共和他的战略。首先，自从他获得国家权力70多年来，中共将处理内政外交融于一盘棋，把增强控制力、防止政权垮台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外交是中共党牢固控制国家权力的工具，就是外交也是为了巩固政权的。其次，就中共党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在中国的全部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是其中首要的、核心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也是这么认为啊。中国的对外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美关系和接触政策的态度，取决于它如何满足并服务于中共国内政治的需要。就是他怎么看美国，他怎么看中美关系，取决于他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第三，国际参与和经济发展不可能软化中共党政权的政治特征。意识形态与极端高压相混合，使它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精确的数字监控和镇压使极权主义控制有了新的特点。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更加危险的敌手。敌手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婉转一的词，其实就是敌人，就是英文就是一个字 enemy。那他回顾了一下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6·4事件发生前，这一段是中美接触政策的蜜月期。中共领导人不仅利用了接触政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而且在一些敏感复杂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这是一段回顾。然后他讲了邓小平的对美的外交政策，比较长，我来讲一下。懂得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讲邓小平邓小平懂得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和政权生存依赖于经济改革。如果中国不能摆脱贫困，中共党迟早要垮台。中国的经济不仅取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取决于如何缓和中美关系。这是一段。如果中国想要进入国际经济共同体和利用世界市场增加国家实力，中国只能放低姿态，放软身段，柔和低调地处理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必须通过隐藏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假装被削弱和无害来欺骗西方世界，以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有效地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资本、人才资源，等待时机反击西方，以赢得最终的战争胜利。这就是中国古代帝王们多次使用的战略战术，兵不厌诈。后来24字外交方针，邓小平的24字外交方针，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有所作为，绝不当头，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是约束中共处理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中国人说的韬光养晦，
典型的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思维啊，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准确，就是权谋。第六，中共利用一切事物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用各种好听的话语引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然而跨国公司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掉进了陷阱，他们被迫转让他们的技术，或者面临打压。中国在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外国技术之后，中共经常想出各种办法，强迫这些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正在经历这个情况啊，这是蔡霞的判断，特斯拉会滚蛋的啊。第七，中共态度的转变啊，中共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什么时候转变了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啊？这是蔡霞的一个判断。他说，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陷入次贷危机，这刺激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感觉不再需要藏着中国的勃勃野心而忍受美国的压制，中国必须进入世界中心。中美关系开始出现隐秘微妙的变化。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想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等于甚至超过美国模式。从2008年底，韬光养晦就开始逐渐被抛弃。一边是中国成功的举办奥运会，另一边是美国陷于金融危机的大萧条。中共自夸中国政府投入的4万亿人民币救市，不仅使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长，而且给世界经济托了底。中共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国力已今非昔比，中国必须争得自己应有的地位，那就是从大国转为强国，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制定规则的参与者。这是中国开始转变的一个心态啊。第八，习近平的态度啊，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到现在啊，他对内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仇恨意识，对外更加傲慢啊。习近平2009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说，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对我们的国家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些话语都显示出习的蛮横性格，但是当时美国人没有在意，甚至很多人相信他也许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正相反，习近平掌权后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族仇恨意识毒害中国人民。好，就是第九，中共的反美战略啊。中共教育人民仇恨美国啊，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啊。从1949年到今天70多年来，他们把美国视为敌人，持续不断的煽动反美情绪。事实上，中共长期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啊，几十年一贯制对民众灌输仇美意识，已经在中国几代人心里扎了根。我和我的那一代人从小就是在反美教育中长大的。Me too 啊，谁不是呢？啊，哪个中国人不是呢？啊，第10，中共的渗透啊，中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渗透，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渗透，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当时的规模和领域有限。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向世界扩张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逐步膨胀，其渗透活动日益扩大范围。
最初的海外宣传渗透以文化交流为名义，然后扩张到媒体、金融、经济、科技、教育、智库、博物馆以及其他领域和机构。据报道，几乎所有在美国的独立中文媒体现在都已经被中共收购或者被控制了啊！所以你看，大家说好不容易就翻墙，结果掉到另外一个坑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啊。中共干预和挑战美国高校和智库的学术自由，中共还长臂控制中国在美国学生和遍布全美华人团体，他们甚至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中共党支部啊，这是中共的渗透。第11，中美究竟是敌手还是对手？中共视美国为不怀善意的敌手，甚至是敌人，而美国把中共看作是他的竞争对手。这些不同的概念产生处理双边关系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策略又带来不同的政策后果。敌手或者是敌人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竞争者则仅仅是寻求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利益。中共始终视美国为敌人，出于2个原因。第一是担心政权被推翻，缺乏自信的多疑和需要为独裁合法性做辩护，是中共制造出最大敌人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从儿童时期到今天，标准口号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没有停过。在国内，中共每隔几年搞一次政治运动，以消灭一切反对力量。他们始终防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用他们自己的话叫反对和平演变。无论何时，凡是有中共党政府与民众激化矛盾冲突时，中共党即以背后有外国敌对势力黑手作为借口镇压抗议者。经过几十年的反美宣传，在中共党内外反美情绪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这是第一。第二，中共始终把消灭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遍全球作为政治目标。70多年来，无论是毛泽东高调的反和平演变，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无论是邓小平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还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不可犯颠覆性错误，维护政权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点就是把中美关系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只是因为自身国力之弱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但是现在中国认为美国在衰弱，自己在强大，自我膨胀，据此北京正在调整他对美国的策略。另外一方面，无论中国怀着多么疑虑，美国继续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看待。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让支持中国加入 WTO。当时美国乐意见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假想经济自由带来政治变化。虽然美国用心良苦，这种行为极为天真。这是他的评价。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误判非常的天真这个是非常对的。12，习近平眼里的世界现在习近平认为他已经牢牢地掌控着中国，而且中国国力增强到足以挑战美国，中共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他就开始露出了攻击性。这从最近几个月中共在海南的军事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可以明显的看出来。3月18号，这个美国在安德雷奇举行的中美会晤那么
杨洁篪把中国人骂大街的语言用于外交场合显示中共只相信弱肉强食的凭拳头说话外交另外就是香港那么一国两制，撕毁一国两制，强推国安法，而美国和盟国未能做出坚决有力的制裁来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这等于默认与接受中共的强势逼迫。与此同时，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疫情，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习近平说，中国现在有实力平视世界。在中共领导人眼里，东升西降，他们的判断是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他眼里的世界第13是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究竟是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两党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过那么即便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把中共称为威权主义，实质上中共政权一直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毛、邓、尼克松开始中美接触时，只是外交政策的松动，对国内统治从来没有松动过。198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有所松动，但从来没有松动过垄断政权、垄断思想话语权、垄断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尽管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都是专制独裁制度，但是两者有明显的差异。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区分不同制度、不同类型的专制独裁制度，对照他的理论分析不同的专制制度的核心特征，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是极权，不是威权。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他研究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他说，极权主义两个决定性的维度是恐惧加意识形态，正是两者的极度结合，造就了这一体制的其他特征。极权主义的极端性、僵硬性以及控制的严密程度，决定了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推进到自由民主制度，必须有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松动。高压恐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支柱支撑了希特勒、斯大林乃至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包括毛时期的中共极权统治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利用高科技，从而获得了超级强大的监控能力，超过了希特勒和前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概括的基础上，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为恐怖加意识形态加数字控制技术数字技术控制体系统，等于重新定义为高度精致的新集权那么运用这个沙托利、布热津斯基、汉娜·阿伦特、乔治·奥维尔和其他研究独裁制度的学者理论，很容易分辨出中共统治是什么。说习近平为极权主义，因为他同样实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大一统习近平步毛泽东后尘，大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等同于党，修改宪法，进一步加强胁迫和谎言欺骗，以稳固终身统治那么说中共是精致的
精致的纳粹主义，是因为它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AI 技术，一天24小时监视人民。这种精准监控与警察、国安部门的恐怖镇压密切的结合起来，中国大陆已经很难发出反对的声音。从2013年以来，我的7位朋友，就是蔡霞教授的7位朋友，因为发出反对的声音，全部被习近平当局捏造罪名拘留或者被监禁。总之，随着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中共政权已经恶劣的沦为新斯大林极权主义，其性质与价值观理念与美国及其所有自由民主国家根本对立。中国一直把美国看作敌人，现在更加如此。因此，中美之间难以形成这个布林肯认为的竞争、合作、某种情况下对抗的多重关系。最大的可能趋势就是走向对峙和对抗。对吗？非常对。为什么？我以前讲过啊，我也有同样的观点，就是你合作和对抗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你存在于同样的对象的身上，这是有矛盾的，叫左右互搏啊。可以说，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和中共习近平个人的负面因素，将会使美国面对一个不按常理、不讲规则、不讲诚信、难有政策预期性的敌手。这将会增加美国以及世界的高度风险啊！这就是总之，中共政权没有底线，中共是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非常有力啊！好，讲一个很有趣的第14，中共的脆弱啊，这个是我看到这篇文章里面让我最有感触的一个部分。他这么说，他说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啊！我从1986年起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30多年和中共中高层官员接触经历，我能说至少有60%到70%的中共中高层官员是了解现代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啊。蔡教授说，他们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和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是认识到美国的善意的，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中国的民主公民社会。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转入地下，同时扶持和支持党内自由民主力量重新回到政治改革路线，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和平转型。最后，虽然很难以想象，我建议美国要做应对中共可能突然瓦解的充分准备。这个很有新意啊。他说，中共貌似强大，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我重新再读一遍，但这个改良的新极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内部是相当脆弱的。中共有恶龙一样的野心，但内里是个纸老虎。在某种情况下，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甚至是政权的坍塌。这些因素包括几个：第一个，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高水平的负债率；第二，其虚假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真实现实之间，市场与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分配双轨制，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持续不断的腐败问题，高层权力斗争
激烈的权力斗争啊，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的过分多疑和狭隘猜忌，导致他在内部不断清洗异己，这带给中共党内部中高层官员极度的不安全感，以至于人人自危啊。所有上述因素使任何可能突发事件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甚至成政权的坍塌。回想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突然垮台，那没有人想到，但是他们的确发生了。由随机事件触发的突然瞬间的崩溃，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内部的失序和混乱，这将给中国外部世界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美国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应对预案。这就是这篇文章，我讲讲我的感想啊，我的感想。震撼，怎么说呢？这篇文章其实主体是在讲中美关系，我都没有展开啊，我只是挑了里面关于中共的一部分陈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你想一下啊，那么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么精确、这么全面的阐述中共的这个本质特征的一个文章，这非常非常有力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的感受就是非常震撼啊，非常震撼。震撼于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精准，非常的准确，它的描述非常准确。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准确。第二，他对中共的看法，就是有非常清晰的这种行为和意图的关系。他不仅仅是讲他的意图，光要讲意图不行啊，光讲意图你得有行为来论证他的意图，所有的意图都要通过行为来表达。如果没有行为来表达，你的意图怎么去实现啊？所以这两点是非常的有利的，所以这篇文章我认为非常有价值，这是第一。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这篇文章展示出来这种历史感，从他把整个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晰啊。文章很长，但是把握的脉络很清楚啊，这就是一个学者的功力。另外还有就是每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我今天讲的逻辑性，它的发展的过程背后的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我高度认同他很多的观点，我都非常的认同，有知音之感啊，非常到位啊，我非常欣赏。所以我今天我们就拿这个节目来跟大家报告这篇文章。那我节目以后会把这篇文章贴在我们的社区啊，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我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其他的题目，不过我最后还是觉得我应该来讲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啊。好，明谢啊，郭潘塞，谢谢 ，Ancon， 谢谢老老王，谢谢 Helen， 谢谢青青，谢谢 Jackie 平，谢谢。观点，今天看到朋友圈很多党庆的视频，虽然油然而生的恶心，但是忍住了去评论，不点赞，不关注，无声，或者是普通人最好的反抗，不要理他，忽略他就好。情况：坐标上海，晚上到外滩散步，红歌一首接着一首的在播，每个路口一堆警察，放红歌的时候不让人走动，红歌间歇让人过马路，这神经病这是。
观点：中共比苏俄高明太多，中共是打太极拳，一旦被识破就是个纸老虎。所以西方世界不能再被中共的虚情假意、韬光养晦而欺骗。我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就是美国的智库全部都在转产，转产干什么？研究中国啊，很多现在美国的大部分的智库都在研究中国啊，研究中国，而且针对中国的这种研究报告都在量产，我们也可以用量产来表。最新的一个是什么？其实我今天很想讲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呃，就是美国智库啊，美国智库有一个是叫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它跟什么呢？它跟英国的保守派议员组织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啊，中国研究小组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这份报告讲什么呢？讲这个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呢？经济北约啊，叫民主国家联盟条约组织，就相当于就是这个类似于北约的这个经济北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些民主国家全部结成一个经济领域的联盟，那么对抗什么呢？对抗中国的这个经济胁迫。其实刚才蔡霞讲得非常清楚啊，中国利用市场去诱骗西方国家，然后当他在政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用经济手段去胁迫对方啊，这在中国用了好几十年，这个策略非常的有效啊，而且对西方国家各个击破。那这个智库呢就提个建议，他就说民主国家呢就形成一个联盟，建立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什么？共进共退，你想加入啊，全部都加入进来，只要中国在实行经济胁迫，整个联盟对它进行反制啊，他这么说，他说比如说如果中国威胁禁止中国留学生去这个国家，那么所有成员国都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如果这个中国将这个公司制裁他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那么所有成员国家都从中国制裁，从中国进口。他说用这种方式来抗衡中国的经济胁迫，当然这个很厉害，因为这样的话呢，中国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个体，是变成了一大块。这是一个这个建议，政策建议。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啊，这个很有名啊，他就建议什么呢？他发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叫《香港的未来岌岌可危：对抗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他就要求什么呢？要求美国啊，他就要求美国这个加大制裁力度，把这个中国在香港的行为作为美国和盟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啊，这个建议呢，其实非常有时效性啊。那么当然，大西洋理事会也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那么你可以看到，慢慢的，美国政府会有一些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资源都调动起来，干什么？目标就是中共啊。所以，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些报告，这跟以前那是天差地别。那以前这个跟美国智库不用说很久吧，1年前吧，1年前美国智库针对中国的研究还是 ABC 嘛，啊，还是 ABC， 就不要说能不能精准的打到问题的关键，那就是 ABC， 就是他还没搞清楚中国到底怎么回事，还是瞎摸象阶段。1年前哦，这1年下来，美国智库的这种提交的这种报告的水准大幅度上来。第一，对中国的情况分析判断越来越
准确，第二个，他们的政策的建议，而且越来越精到准确所以我不觉得，美国现在还在实行这个拜登政府一上来讲的合作这个竞争这个对抗，偶尔对抗这种政策，我看不是只是他不说而已他其实美国已经把他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到全面对抗，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他，比如说气候问题需要他跟他合作，所以他只做不说情况，党庆那天在饭局认识一个人，他的朋友在抖音后台做内容审查，从音乐内容到舆论，只要让人产生厌恶、仇恨、恶意的情绪，就会大力推广到韭菜面前，目的就是恶心韭菜，让韭菜互相仇恨观点：王老师这次的内容正是海外民运人士应该学习的。海外民运人士应该集体揭露中共政权的本质，其实其并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党集权的封建资本集权制度。中共就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封建帮派而已。OK， 提问：中国花大钱渗透美国各个行业，从大学到华尔街，从娱乐业到政界。请问美国的主流媒体有没有可能也被渗透？当然要渗透英文我不知道，但中文你看看这些中文版都有渗透肯定有渗透。包括你在推特上看到的那些小编一看就是渗透的观点：中美看待对方的方式完全不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看不惯中国，但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自己的魅力能感染中国，多交往可以把中国逐渐无害化，而中国面对美国又恐惧又羡慕，只看见美国的力量和财富，却不在乎美国先进背后的思想根源。中国的韬光养晦就是琢磨偷偷摸摸挖美国墙角，壮大自己，并等待时机击倒这个最害怕的对手。提问：记得王老师说过，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就要有一个阶层或者一群人不断的去撞击现行的体制。当年 CCP 在苏俄的支持下不断的撞击民国政府，最后取得成功。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美国或者西方不像当年苏俄那样去支持有志于反抗 CCP 的中国人呢？这个你不要问我，你要问他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干？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干，他们也没有这么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他这么干，我们不知道，都有可能观点：民主国家把人当人看，中共把人当工具看，所以根本没有人权可言。很对。前阵子盐田瘫痪，改出南沙，后来南沙瘫痪。想叫客人改回盐田，客人说可以出货就不错了，不要挑港口。南沙货车2000突然涨到5000，觉得不可思议，想找人比价，客人说有司机接单就不错了，不要挑价格。定了今天出5个高柜，结果货代临时改了10个小柜给我们，费用大增。刚想抱怨，客户说能抢到柜就不错了，不要挑柜型。太难了是，经常这样，你这样折腾几下还能挣钱吗？我觉得很难挣钱提问：我们常常说没有终结的王朝，但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科技水平极度落后，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是发生在前互联网时代。现今中共拥有强大的数字集权工具，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人脸识别，精准到个人的手机监控，以及后台强大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请问王老师，我们如何通过历史经验
去相信它有灭亡之时，你觉得历史经验在这个环境下有用吗？我觉得没什么用，对吗？你都已经有结论了啊。提问王老师，大家都在说外资在撤离，什么情况？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外资在撤离，请问撤出了多少？大概会撤出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没公布啊，对吗？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而且我不相信他会公布啊，他一直在说外资没有撤离啊，所以我今天听这个香港的一个 YouTuber 肖若元的节目，他在讲，他说香港大概有150万人会离开就是因为国安法，那么150万离开意味着什么？大概会有1万亿左右，1万亿港元左右的资金会离开香港，最少。那么他的数据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大陆在国安法推出之后，大量的资金这个流入香港，为什么？因为这个金融管理局一直讲，香港的资金保持稳定，那么保持稳定，资金没有外流，那么实际上呢，资金是有大量外流只不过呢，这些当资金大量外流的时候，中国的资金就往香港跑，去把这个空填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这是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情况你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因为香港的数据比较多你可以分析出来。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包括人民银行，他们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些数据，所以呢，就是你能够分析出来的数据，他都不告诉你。而且中国现在又回到了以前的状况是什么？他很多数据他不讲，他不让你能够形成一个数据链，他有些数据他就不讲不讲，今天公布这一部分，明天公布那部分，让你没形成一个连续的数据，所以现在有点困难不过我们其实可能够看得出来，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中国出口的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出来，出口结构就是外资的出口结构和内资的出口结构是不一样的观点：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主导，市场资本的力量不可小觑。土共的信心大概率是基于能够以市场拉拢资本，辅以数字化集权、无限996供应的廉价劳动力。观点：一个政党拿着人民的税收办党庆，庆贺自己100岁生日，这其中没有任何预算，真是毫不掩饰。那些一起为他庆祝的纳税人没拿到一点好处，反而在欢呼，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提问：韩非子就教化中国人厚黑，西方就没有什么卧薪尝胆的故事，是不是这就是西方国家之前不能精准判断中国智慧的原因？不知道。厚黑嘛，厚黑跟刚才这个蔡霞教授讲的这个中国的权谋，大家在文化上有差异，但是真正的是什么？我觉得蔡霞教授的其中一个观点，我觉得我是认同的。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希望尽快的用经济增长，用提供诱因来改变中国，但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什么？中共是个集权，这个很重要中共是个集权政权集权政权它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它根本利益就是政权本身，它的利益跟经济上的好处有没有？他想要能不能？他想不想要？当然想要。但是对于他来说，如果我想拿到那些钱而失去了政权，那他
得不偿失。所以西方国家的误判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这种战略意图的误判，而不仅仅是某种权谋。权谋只是让这件事情会拖延一段时间，但这种拖延最终还会显示出结果，就是习近平最后把这件事情翻过来，大家一看，哦，原来是这样，也不难理解嘛。所以西方最后还是明白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可以不再需要讨论，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把西方误判这件事情当作一页翻过去了。西方已经明白中共的意图了，所以不需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要分析背后的一些理由，分析背后的一些逻辑和特质的时候，当然他还要讲这个过程，这个没有错。但是现今美国的学界、美国的智库、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议会，在中共的战略意图、长期的战略意图上，已经不存在模糊和误判，已经非常的精确了啊！这个里面有像余茂春他们的贡献，也有现实对抗中形成的一个认知，不仅仅是学术层面，还有现实层面啊。那你想一下，解放军的战斗机没事就跑到台湾海峡去威胁一下台湾，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他怎么会看不到？清清楚楚的呀。所以这现实对抗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啊。观点土共只在国内折腾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就像这次疫情危害全世界。三胖在国内搞核威慑，能与其他国家安全无关吗？所以必须消灭它，留着毒瘤只能越长越大，危害生命。观点，很多中国人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失去独裁是无能的表现。实际上，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三步走里面本来就有宪政这一步，即还政于民。反观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政党永远拥有政权，就是强大的表现。可见其人民思想还远远停留在辛亥革命以前，非常对。不过这也是洗脑，也是洗脑洗。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必太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太担心，你只要政权翻过来，媒体全部不再变成党媒，那媒体的这种教化作用，也就是几年时间，也就把老百姓的大脑给洗回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去讨论中共洗脑，把中国老百姓脑子洗抽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非常普遍我们不用再占用我们的公共空间来讨论这个议题，因为真的不用太担心，也就3-5年，重新再洗回来，也就是3-5年的时间。情况：家人帮忙办国内的无犯罪证明，外办要求提供我在国外的收入、地址、电话、报税资料、工作合同才给办理。中国无犯罪证明和我在国外生活有什么关系？就是要把你的资料全部拿到提问：最近中国有意出售军机给阿根廷，请问王老师，是不是要再像80年代那样以福克兰群岛以逼迫英国让步？你看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有讲过观点：今天听国内某大型券商首席分析师的讲座，期间突然有人提到某些发债国企和大型企业无法履约事件增多，分析师马上反问：如果企业失信行为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那为什么不让它失信？我特别惊讶这个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全国性的券商首席分析师的口。我们老百姓真是韭菜，谁都能割。第一个，违约怎么能够防止系统性风险？
违约一个企业的债券，一个企业、一个国企或者是一个大型的企业，它的债券违约只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它怎么可能防止这个系统性风险？这还叫分析师吗？还首席分析师啊？老百姓不是韭菜，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变成了老百姓变成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个柴火了啊！观点：共产党在建党、建军、建政的时候，都在喊着为人民服务，什么都冠上人民两字，结果一个比党国还党国的党而已。OK， 观点：短期内对中共最大的打击将是产业链的转移，这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竞争力，就看这个过程有多久，还有哪些国家准备好承接这些转移。非常对。还有承接国很重要，为什么？你想一下，一个工厂要搬，你得找个地方搬，那个地方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能在那边经营，就是七通一平得有，厂房得有，配套的厂得有，然后我在那经营有工人，有技术工人，最好还有一点市场，本地市场，没有本地市场没关系，但至少要有工人，让我能够开工，然后要有港口，我要出口，我做出口我要有港口，港口的航线要足够多，你不能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种情况，所以这些条件全部都具备，那我在中国如果过得不好，我看着那边比较一下成本和结果，那我就搬呗。如果那些对方的一会儿路不通，一会儿店没有，一会儿工人罢工，那我就不去了，我再找其他地方，找到为止。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一嗓子就大家就搬了的，不是这样，需要时间的。提问：王老师，我周围有很多人天天翻墙，但只看科技文献，美国的凿墙行动对这些人有什么影响？美国有个凿墙行动吗？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样的凿墙行动？跟我们说说好吗？我不知道凿墙行动是什么东西啊。观点：中共貌似强大，自娱自乐，然而其决策者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民主自由的本质和力量所在。非常对。民主自由的核心是什么？民主自由的核心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人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共产党独裁和其他的独裁模式，比如卡扎菲、萨达姆埃及穆巴拉克有什么不同？我个人感觉共产主义更有生命力，共产主义没有生命力，历史证明它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运动，它带来的只有3件东西：死亡、饥饿和犯罪，没有别的。所以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的生命力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谢 SYU， 谢谢。好，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